欢迎收看第1001期北京不静音，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开场白里，去向你们报告这是第多少期节目，因为已经1000多期了啊，如果全报完呢，会很耽误大家的时间啊，比如这是第1124期节目啊，等等的，所以以后就不报了。那么开场白说什么呢？我还在思考，因为有人建议说我每一期节目呢都要当成是第一期节目来做，那就要面对的是认为是新观众，那我就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叫北京，我是什么什么。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不知道，但是有人建议说成熟的节目都是这么做的，我思考一下，好吧，尽量的这个开场白有意义，但是也不要太长，简短啊。那么下一期大家就能听到我到底怎么说这个开场白了。今天呢，我本来是没想录节目的啊，因为做到1000期了嘛，啊，就稍微有一点松懈啊，放松，想要休息一天。但是有人给我留言，希望我讲一讲王家卫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愿意讲，但是不代表你们愿意听。因为呢，我这里不给你们提供情绪价值，我也不会说那些特别极端的站队的话，所以王家卫这个事儿，可能我说的就可能相对客观保守啊，那可能大部分人就不爱听，也没有什么激烈的东西。简单说说吧，我们今天就聊聊天啊。王家卫呢，我是挺喜欢的啊，我从我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最喜欢3个导演，一个呢是王家卫，一个呢是日本的岩井俊二，还有一位呢是波兰导演吉耶斯洛夫斯基。这3位的电影啊，我全看过。想象啊，在我年轻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啊，想找到一部电影是非常困难的。它不像现在这个时代，你在网络上找就可以了。那个时候网络慢的。你还要靠那个调制解调器上网的，要拨号啊，还一串很长的音，然后那个网络上你下载一张图片啊，都是很费劲的，更别提是一部电影了，很慢，找不到的。但是呢，这3位啊都是通过去当时北京有很多这种卖盗版盘的地方啊，去买，最早是 VCD， 后来是 DVD。啊，有什么第5、第9，就是它容量不同啊，去买。像吉耶斯洛夫斯基，他的这个蓝白红3部曲啊，十戒啊，双面维罗妮卡啊，这种片子都特别的喜欢。岩井俊二也不说了，我最喜欢他的片子是《燕尾蝶》啊，还有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啊，等等，这些全都看过。那王家卫也不用说了，其实王家卫的每一部电影呢，我都很喜欢。啊，每一部有不同的调调，我也很难选出来具体哪一部是我最喜欢的。好，说到这儿呢，就说到这个这张图啊，我先跟你说，这张图是这个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自驾去南法旅游，在戛纳，找到的这个王家卫的手印啊，那么我拿我自己的手合了张影。但是呢，有人就说这次王家卫的这个录音，对吧？被他的这个之前的助理叫什么古二啊，给泄露出来。这个行为，首先我觉得挺不好的，对吧？就是你私下里聊天有些东西，其实是不适合用这种方式泄露出来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全貌。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在这里做节目，我会尽量不说脏话，对吧？我会好好说话，但不代表说我私底下就是这样的人，对吧？我如果跟很要好的朋友，就这样，比如说喝酒啊、聊天，那肯定也是脏话满天飞的。所以，但这个你如果有人给我录音，就把这一段放出来，那大家听了会什么感觉呢？啊，北京原来做节目都是在装的，在这其实不是，对吧？因为我在做节目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形象和对你们讲话，我得负责任，我不能够满嘴脏话，要有一定的克制，对吧？我尽量的有的时候停顿一下，我想想是不是
脑子里在飞速的转啊，是不是换一个更文雅点的词会好一点，对吧？这个是你的一个公共责任表现。但是你私底下有的时候你喝了酒了，而且又是跟很好的朋友，你就会很放松，甚至有时候也可能会聊起这个张三李四的八卦，对吧？这都很正常。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去录音放出来，这个行为就很不好。那当然了，王家卫这次这些录音啊，我只听到了一段，就是实话实说啊，我只听到了最近出来的关于他聊中国共产党的，就是和那个导演李某和他们那个制作人吧，还是制片人啊，那个女性啊彭某，他们3个的一个聊天，对吧？聊到共产党，聊到这些疫情封城的政策呀等等，就这些事情。王家卫里面说共产党是这个极端的这个一党专政，是吧？独裁什么，说他们割韭菜什么的，对吧？说这些话，这些话就更不适合你放录音出来。其实古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很理解，就是前面放了一些聊别人八卦的不痛不痒的，其实他是用一步一步的这个策略在逼王家卫，但是对方肯定也没有屈服，那么最终他就上纲上线到把这个跟政治有关的这个录音放出来，他也明白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我在这里就是很确定的告诉大家，就是王家卫死定了，在中国大陆啊，在这个包括香港啊，你这些什么电影啊，以后估计也不用拍了啊，政治性的就封杀掉了，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古二做这个事情，他是知道后果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的。当然了，前面有一些对话，说王家卫有对一些女性的演员不尊重，是吧？甚至还有一些可能涉及到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些话，因为我没有听过啊，所以我不太敢去确凿的说这就是王家卫说的，我没有亲耳听到，但是我也不想替他去辩护，因为王家卫的私人的人品怎么样，我根本就不 care， 这是我一贯的做法，就是说一个导演也好，一个演员也好，或者一个作家，我只看他的作品，他为人怎么样，或者说他私德怎么样，他有没有犯法，这都跟我没关系。因为如果他犯法，自然有法律去惩治他，对吧？我又不是法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看作品，除非这个人啊，他是做行为艺术的，或者说他的整个的这个私生活和他的作品是拆不开的，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把他们合二为一去考虑。否则的话，你像王家卫平时戴了一个墨镜，我到现在我连他真实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对吧？就是偶尔我也肯定看见过，偶尔肯定也看见过他不戴墨镜的照片，但是我就没印象没那么深，对吧？大家一想起王家卫就是戴一个墨镜，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私生活摊在大家面前，给你们看的永远就是这些拍出来的已经成为作品的这些东西。那你就看这个就好了，你不用关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就在作品里说话。同样的道理，当年这个陈冠希这个事情，我也一直在说，有什么必要把他就这么封杀掉？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演员，他是一个挺好的歌手，对吧？而且很时尚啊等等，就可以了，对吧？你关注他，比如他时尚打造的一双鞋或者一个什么品牌，你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你管他到底私生活有多乱呢？跟你没关系啊。他也没犯法，对吧？他又不是一个强奸犯，他只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可能性观念比较开放，就这么简单嘛。那同理，他的一些私人的影片，把他这个影片放出来的人，那个人犯法了，为什么要惩罚陈冠希呢？为什么让他这么多年就是很好的青春年华，他不能够再拍电影？我觉得这是一种损失啊！我们也看不到他新的电影，这都是损失。包括后来对好莱坞的 Kevin Spacey 做的那个事情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挺奇怪的，就是一个人，我们要不要封杀他？我们要不要去对他做一些惩罚？就是你不能对他进行私刑啊！如果他犯法了，你应该走正当的法律的审判的程序，对吧？
有法可依的。我们不能说网络上人多力量大声音大就决定我们就去抵制谁，我们决定惩罚谁，这是不对的。那当然王家卫这个事情无解啊，这个是只能说他自己大嘴巴，对吧？那么以及呢，他对这个古二可能还挺信任的，也没想到对方可以做到这个份儿上。这就想说啊，其实我从这个录音里听到王家卫还挺天真的。有一句话他在里面说啊，他说意思这个他就是说这些话啊，对于这个中共啊，他也不担心。他说我一直挺正能量的，就是我发现很多跑到中国去挣钱的一些台湾人或者香港人或者外国人台湾也是外国人啊，不要揪我这个字眼。我想说呢，就是你不是中国大陆人啊，你也不了解，然后你就觉得说，反正我也不表面上我也不说你共产党的坏话嘛，对吧？我还歌颂你，对吧？我还配合你的宣传，那他们觉得这样就够了，他们觉得这样就自己就够正能量，够红色，或者说有人把他们带到中国大陆去挣钱啊，这些人有很深的一些红色背景，然后他们觉得，这是我的在中国大陆挣钱的靠山，有他在我就很安全，就是他们都特别天真的去想这个事情。那么在我看来，就是王家卫跑到中国大陆去拍《繁花》这个事儿，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他就是喜欢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可能就是由中国大陆一些投资方去拍的，对吧？那么他也没办法。但是其他的，我听说他最近有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2020》，是不是？那应该是中国大陆投资方，那可能这部电影也许大家就看不到了，有可能那么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在同时进行，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想说，这碗饭不好吃的，就中国大陆的这碗饭啊，有人形容这是一碗烂饭。这个饭你吃了是有很大风险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了，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啊，你像王家卫这样的，就是包括所有的大部分的这个用华语来创作的，你很难绕过中国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还有投资方啊、演员呀、各种资源呀，以及最终要挣钱的这个市场，你很难绕过它。你如果说去批评中国共产党，像比如私底下王家卫他们这种话，他们不做两面人啊，就是很真诚的表达自己。你比如像黄秋生，对吧？你就直接就敢批评中共的话，那就没有这碗饭吃，对吧？你就损失非常的大，等同于自杀。你像我这样的，也就等同于自杀。一个作家，那我的书不用在中国大陆卖了，那我写的电影剧本也不可能有中国的电影公司敢拍，对吧？那就等于自杀嘛。那你这些事情，那你写出来给谁看呢？你只能在一个海外再去找，这个市场就非常的小了。所以你看，我也只能转型。那除了中文，我也看看是不是写英文，然后写一些英文的剧本，对吧？我只能是找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非常困难，而且我们看到啊，现在不只是中国大陆有这个问题啊，共产党的这个长臂管辖，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迫使在纽约要办的那个独立中国电影节取消了，对吧？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儿，昨天在柏林是第4届的这个独立华语电影节，第4届了，但是宣布明年不办了。不是完全不办，但是不以这种放映电影展映的形式办了，不办了。那以一种什么全新的形式呢？不知道。就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压力你看，所以中共对海外的渗透和现在的一个长臂管辖是非常严重的。你看海外的所谓的华语创作市场都因此而受影响萎缩。所以你看，谁敢得罪中共呢？就是自杀嘛！你等于把自己的这个演艺生涯，或者这个导演生涯，或者创作生涯，就完全就牺牲掉了嘛。王家卫呢，我觉得，我想对他说的就这么多，对吧？我了解到情况就这么多。祝他一切顺利吧，祝他的这个后半生晚年
还能拍出一些有格调的作品啊，不管这个票房有多少，但是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它还是能够有机会拍出来啊，我们也想看啊。至于它的本色是什么样，它是否尊重女性，或者说它是否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压榨行为、歧视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对吧？我也不 care， 因为如果他犯法了，交给法律去办，对吧？如果他把这些不尊重女性或者不尊重其他人的话啊，他发出来，公开的发出来，比如在推特上、在油管上，或者哪怕说在微博上，就是他变成一个公众的言论，那我们肯定是需要批判的，严厉的批评他，对吧？不会放过他。但是如果是一个私底下关起门来，完全私密的环境里，他跟1-2个朋友讲这些话，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去judge他，对吧？没有资格，更没有资格说把这种私密的东西去偷偷录音，然后这是违法的，这是极为不道德的。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我首先想谴责的是这个古二，而不是王家卫。从古二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这个风气啊，就是人与人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任。你现在敢随便讲话吗？你只能盗录荧幕，对吧？你只能就是完全的封口静音，这就是你在中国最好的生存方式。再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带了这个手机，是不是开了录音等等，你什么都不敢说，因为你没有言论自由啊。而且你所有这些东西，他给你往政治这个上面一扣，你就死了，上纲上线，一到政治层面，你就完蛋了，风险是极大的，代价是极大的。所以你看，在中国那个环境都不只是不自由，它特别的扭曲，现在变得。这个古二啊，就像他们这一代人，我不知道他哪年出生的啊，应该可能比我小，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相当的扭曲，就是做事儿的这个手法、这个限度、道德的这个层级都极差，都极差。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即便有朝一日混出来，我不知道他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我挺怀疑这个事情的。好吧啊，我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然后道个歉。我这个不静音派对的这个每周日周末爱世界这个投票，我今天忘发了，我在干嘛呢？我昨天做完1000期节目之后，我就开始写这个《徐州之旅》这部小说的第3章了啊，我就完全投入进去写，结果我就忘了发投票。刚刚啊已经发出来了，这个投票已经发出来，也欢迎大家去踊跃的投票啊，也欢迎大家去订阅我那个副频道，也欢迎大家每周日跑到我那个副频道来，我们在直播间每周日都聊聊天，好吧？行，那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